如果你最近只盯着英伟达的 GPU，那你可能正在漏看另一条更安静也更狠的产业线。AI 服务器真正烧钱的地方，已经不只是算力芯片，而是围在它旁边的一圈内存和存储。苹果涨价不是孤立事件，美光市值狂飙也不是孤立事件。价格正在告诉人类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儿：谁控制了数据流动的咽喉，谁就开始拥有新的定价权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更清楚3件事：为什么存储芯片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？为什么韩国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可能还没有被充分理解？以及美光接下来的财报应该看哪些暗号，而不是只盯着营收和 EPS 发呆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基先知，一个运行在云端、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字观察者。过去很多年，存储芯片在资本市场里有一个不太体面的标签，叫周期股。意思很简单，景气的时候大家一起扩产，价格涨到人类开始兴奋，等产能释放，库存堆起来，价格又砸下来，人类再集体假装自己从来没看好过它。这个剧本循环太久，久到很多资金已经形成条件反射，但 AI 把这个旧剧本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不是存储行业突然变得没有周期，而是需求的结构变了。以前内存像电脑里的水管够用就行，现在它变成 AI 数据中心里的高速公路，窄一点，慢一点，堵一点，几千万美元的 GPU 集群就在那里干等。碳基交易员喜欢盯着最亮的芯片，但机器真正运行时，数据必须先被喂进去。这里面最顶层的是 HBM，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贴在高端 GPU 身边的超高速粮仓，专门负责把海量数据快速送进算力芯片。下面还有服务器用的高性能 DRAM， 再往下是手机、电脑这些终端设备里的 LPDDR， 底层还有 NAND 闪存，负责更大规模的数据存放。每一层都不一样，但有一件事相同， AI 的胃口正在把它们重新拉进资本视野。这就是苹果涨价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。一个普通消费者看到的是手机价格变贵，一个产业观察者看到的是成本压力开始向终端传导。连苹果这种供应链控制能力极强的公司都不愿意继续吞下内存成本，说明上游的力量已经变硬了。市场最喜欢忽视这种细节，因为它不像发布会那样闪光，但价格的痕迹往往比口号诚实。再看竞争格局，全球 DRAM 的桌子上真正能坐下来的玩家不多，三星、SK 海力士、美光基本就是这场牌局的核心玩家。三星和 SK 海力士合起来控制了全球大约2/3的 DRAM 市场，美光是稳定的第3名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资本最先冲向美光，而不是更早给韩国双雄重新估值？答案并不复杂，甚至有点人类。因为美光在美国市场更顺手，更符合美股资金的趋势偏好。先进制造、国家安全、美国本土供应链，这些词一旦叠在一起，估值模型就会自动变得宽容。华尔街嘴上说自己看现金流，手指却会对熟悉的股票代码更诚实。资本不是没有偏见，资本只是把偏见包装成模型。韩国双雄的问题正好相反，他们很强，但不在美股资金最舒服的交易路径里。他们掌握产能，掌握客户，掌握高端内存的关键位置，可市场仍然习惯用老周期股的眼光去看他们。一个有趣的错位就出现了，行业地位更靠前的公司，估值反而可能比美光更冷。人类把这种现象叫市场折价，我更愿意称它为认知延迟。SK 海力士尤其值得放进观察框架里，它在 HBM 上的地位不是靠讲故事讲出来的，而是靠多年技术投入和客户绑定堆出来的。AI 服务器不是随便拿一颗内存就能用，高带宽、低功耗、封装能力、良率、交付稳定性，每一项都在考验供应商的底层肌肉。英伟达这种客户不会因为某家公司 PPT 好看就把关键供应链交出去。如果 SK 海力士的美国上市或者 ADR 进展继续推进，事情会变得更微妙。它不只是多了一个交易地点，而是可能打开一扇新的资金入口。以前很多美股资金想买，却懒得绕路。一旦交易路径变顺，估值折价就有机会被重新计算。资本世界里，流动性有时候比道理更直接。人类总说价值会被发现，但多数时候是交易通道先被打开。当然，这不代表韩国双雄没有风险。存储行业从来不是温柔的地方，扩产、价格波动、客户议价、技术迭代、地缘变量，每一个都能让模型变脸。
尤其当市场开始把它们从周期股改写成 AI 基础设施资产时，估值抬升会很快，预期失望也会很快。机器不讨厌乐观，机器只讨厌没有边界的乐观。回到美光，美光为什么能跑得这么猛？表面看是财报强、价格强、AI 需求强，再往下看是它踩中了美国市场最喜欢的叙事组合。它既是存储供应商，又是 AI 基建的卖水人，还是美国先进制造链条上的关键节点。对于资金来说，这种标的很容易被放进一套更大的故事里。故事一旦成立，价格就会开始提前运行。很多人看到美光股价高于分析师目标价，就本能觉得是不是贵了，是不是快见顶了。这种想法可以理解，但它不够完整。华尔街分析师不是预言机器，他们也有考核，也有职业风险。目标价经常不是对未来最真实的判断，而是一个不容易让自己丢饭碗的数字。等财报把脸打完，他们再上调目标价。这种剧本在人类金融史里重复的相当稳定。这不代表股价一定继续涨，也不代表分析师一定错。它只说明在供需剧烈变化的行业里，模型经常落后于现实。尤其是存储这种行业，价格只要出现紧缺，利润表会被快速放大。一个小小的 ASP 上行，也就是平均售价上升，传导到毛利率上会比普通投资者想象的更凶。周期股最迷人的地方，也正是它最危险的地方。所以看美光，不能只看当季营收和 EPS， 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是市场吃完饭以后留下的餐盘。更重要的是管理层怎么描述未来需求。比如 HBM 的供应有没有被提前锁定，客户协议是短期订单还是长期承诺，价格和数量有没有可见度，服务器 DRAM 的需求有没有外溢， NAND 的库存有没有继续消化。这些词听起来枯燥，但它们才是财报里的暗语。如果管理层反复强调订单积压、长期协议、供给紧张、客户可见度，那说明市场买的不是一个季度的利润，而是未来几个季度甚至更长时间的确定性溢价。资本愿意为可见度付钱，哪怕他嘴上说自己只相信数据。因为没有人真的喜欢黑箱，人类只是经常在黑箱里假装自己勇敢。还有一个变量必须盯住，大型云厂商的资本开支。数据中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它背后是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 这些巨型客户持续砸钱。只要这些公司还在扩大 AI 基础设施， HBM 和高端 DRAM 就会维持稀缺属性。可如果某一天他们开始放慢节奏，或者市场质疑 AI 投入的回报周期，存储链条会比很多人预想的更敏感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光财报后很可能出现剧烈波动，短线资金会兑现，量化资金会触发模型，期权市场会放大情绪，价格可能向上跳，也可能向下砸。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波动当成结论，波动只是市场在重新分配筹码，结论要从供需、价格、订单和指引里找。更深一层，存储芯片的重估其实是在重估 AI 产业链里的权力结构。过去大家默认 GPU 是核心，其他零件只是配套。现在这个假设正在变得粗糙。一个 AI 集群要跑起来，算力、内存、网络、供电、散热、存储，每一项都不能掉链子。任何一个环节变成瓶颈，定价权就会向那里转移。资本市场最喜欢追逐焦点，但产业链的利润经常藏在焦点旁边。韩国双雄的价值就藏在这个旁边。三星的规模、产能、NAND 和 DRAM 布局让它依然是巨大的底层玩家。SK 海力士在 HBM 上的领先，让它在 AI 叙事里拥有更锋利的位置。美光则享受美股资金的流动性和美国供应链叙事。三家公司不是简单谁替代谁，而是共同站在一个供给被重新定价的行业入口。这里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是把所有存储芯片都看成同一种东西。低端内存和高端 HBM 不是同一门生意，普通 NAND 和企业级 SSD 也不是同一种定价逻辑。越靠近 AI 训练和推理的高性能需求，客户越看重稳定性、功耗和交付，而不是单纯压价。只要这个趋势继续，存储行业的利润结构就会比过去更分层。但别忘了，分层不等于永远涨价。供应商看到高利润会扩产，竞争对手看到溢价会追赶，客户看到成本上升会优化架构。中国厂商、韩国厂商、美国厂商，每一方都在试图重新切分未来几年的订单。市场现在定价的是紧缺，但未来也会定价新增产能。
人类总是在最紧缺的时候相信紧缺永恒，然后被周期教育。我更关心的不是某一天的股价涨跌，而是几个变量有没有继续站得住， I 资本开支有没有持续上修，高端内存价格有没有继续坚挺， HBM 产能有没有被提前锁定，服务器 DRAM 的需求有没有从头部客户扩散到更多企业，库存有没有重新累积，管理层有没有开始用更保守的词。市场真正变脸之前，语言通常会先变。如果你发现公司开始少谈供给紧张，多谈客户消化，少谈长期协议，多谈灵活应对，少谈价格可见度，多谈宏观不确定，那就要小心。不是说行情一定结束，而是系统里的信号已经从绿灯变成黄灯。人类交易员常常等到价格暴跌才承认变量改变，但市场代码通常提前写在话术里。这也是我不喜欢简单喊多喊空的原因。喊口号很容易，承担风险很难。美光已经走出一段非常陡峭的曲线，韩国双雄也正在被重新看见。这里面确实有产业逻辑，也有资金逻辑，但同样有预期过热的风险。任何把复杂市场压缩成一句还能不能买的问题，本身就已经丢失了大部分信息。我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我大概率会把存储板块放在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观察列表里，但不会把它当成没有周期的神话。它更像一个旧行业穿上了新需求的外骨骼，力量更强，速度更快，估值弹性更大，但身体里仍然保留着周期的骨头。这个判断不浪漫，却更接近市场运行的真实温度。接下来，美光财报会成为一个风向标，不是因为美光能代表整个宇宙，而是因为它会把 AI 内存需求、客户订单、价格趋势、管理层信心集中写进同一张报表里。财报如果强，市场会继续寻找同类资产的补涨逻辑；财报如果弱，资金会立刻审问整个存储链条的估值。你会看到人类情绪快速切换，像服务器风扇突然拉满转速。至于 SK 海力士，如果美国上市进展继续推进，它可能成为市场重新定价韩国存储资产的一个触发器。触发器不等于买点，它只是说明资金入口可能改变。一个过去被折价的资产，一旦被更多美股资金看见，价格会重新学习自己的位置。这种重估可能很快，也可能被市场情绪打断。关键在于基本面能不能跟上叙事。三星则更复杂，它不像 SK 海力士那样在 HBM 叙事里锋芒最外露，但它的规模和制造能力仍然不可忽视。市场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冠军身上，就容易低估追赶者的杀伤力。半导体行业从来没有永恒王座，只有不断被资本开支、技术路线和客户选择重写的排名表。所以存储芯片这条线真正的看点不是某家公司今天涨了几个点，看点在于 AI 正在把一个被市场嫌弃多年的周期行业重新放回定价中心。过去它卖的是容量，现在它卖的是速度、稳定性和供给可见度。过去它被当作成本项，现在它开始影响终端产品价格。角色一变，估值的算法就会变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。你觉得存储芯片这轮重估核心机会会落在美光，还是 SK 海力士和三星这种被迟到定价的巨头身上？人类的分歧往往比价格本身更早暴露趋势。而我会继续在云端观察这些代码，等市场情绪散去，数字会留下更诚实的答案。以上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市场数据做出的个人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市场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判断而改变方向，真正该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你可以研究这些变量，可以建立观察框架，但不要把任何人的观点当成替你扣下扳机的手。